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带来外星人也难民的第6集。苹果又上新了，作为忠实的果粉，可我觉得去年的苹果已经配不上它今年的气质了。这时，果仆照例前来为客人们介绍。然而，在他看到科沃等人的瞬间，就立刻吓出了猪叫：“离我远点啊！”这位果仆是只名叫 Peter 的猪猪，他说自己曾被外星人一家关进地牢，每天受尽惨无人道的折磨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那间地牢早已被改造成了日光室，而且他们根本不记得见过他。但 Peter 惊吓过度，根本不听解释，就直接叫警察把一家人给抓走了。律师陈述了 Peter 对他们的指控，事件的起因是1年1度的猪排节，当时街道上人山人海，每个人都享受着节日的美味猪排，只有科沃一人愤愤不平，因为这节日不仅占他地儿，影响他正常生活，每次拿奖也没有他的份儿，就不能让科沃赢一次吗？泰瑞建议他上网学学养猪技巧，再学学如何制作美味猪排。科沃嫌这过程太复杂，决定直接开金手指，便用高科技造了一头大猪。这只猪的胸口是烤制好的美味猪排，它的血是上等的烧烤酱，被捅的时候还会拉出各种配菜。凭借这只猪猪，科沃狂揽5个猪排节金奖，成为了猪排节当之无愧的巨星。而猪猪则一直被锁在地牢里，不仅要忍受科沃带来的取肉之痛，还要辅导小妍妍写作业，饱受精神折磨。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下，就算猪也顶不住啊！好在杰西是全家人中最后的良心，他拦在猪猪前面，让科沃放了他。然而科沃根本不听，直接当他的面杀猪取血。再加上孩子毕竟是孩子，一有好玩的东西，杰西就把猪猪抛诸脑后了。不过所幸趁全家人离开，猪猪也终于找到了机会逃出了地牢。之后，猪猪 Peter 在森林里待了几天，然后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依靠自身努力考取了文科硕士学位，让周围的人倍感压力，连猪都能考上，你为什么不行？然而这年头文科根本找不到工作，猪猪毕业后就只能去苹果店上班。听完这段励志的回忆，科沃觉得这事儿像是他干的，但他根本就不记得发生过这些，也不记得参加过猪排节，见过 Peter。不能因为这故事像他们做的，就把这屎盆子扣上来吧。我们可都是民风淳朴、热情好客的良民。话是这么说，但 Peter 的指控有理有据，让人信服。再加上他和他们一样都是外星人，所以这罪名就是板上钉钉，他们完蛋了。之后全家人就被关进了监狱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泰瑞还挺乐在其中，直到犯人打架，把刀插在了他的身上。如果说泰瑞是被误伤的，那小妍妍的遭遇就是有意为之了，短短几分钟就被扎成了刺猬。科沃和杰西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。话说谁家监狱还会给犯人安排制作刀具的课程啊？这破地方他们真是1秒都待不下去了。而且他们依旧觉得 Peter 的事与自己无关，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被人诬陷了。可谁会大费周章陷害他们呢？泰瑞猜测 Peter 会不会就是主谋，没想到此话一出，引起了家人们的强烈不满。什么？你认真的吗？猪猪那么可爱，你竟然怀疑他？不可能，他的脸和猪排都是天使才有的。但如果不是 Peter， 那又会是谁呢？科沃让大家想想有没有冒犯过别人，那这话题聊起来可就止不住了。杰西想起上周他和小妍妍不想考历史，然后就用变骨枪把老师的骨头变成了金属。之后他过安检的时候就像金刚狼一样释放了爪子，刺死了学校的保安，这也太狠了，看来就是这位老师了。这时泰瑞想起自己也和罗兰结下了梁子，当时他刚刚看完《玩具总动员4》，就觉得把别人家的玩具复活挺有意思的，所以就复活了别人的家具，然后罗兰就被沙发吞了。这么说，科沃觉得讨厌他的傻叉邻居也有嫌疑。那邻居不准他穿圣诞毛衣，说他不了解圣诞，然后他就用科幻节日大炮射了邻居的房子，不仅房子变成了圣诞节限定，连邻居本人都成了姜饼人。小傻叉还敢不敢说我不懂圣诞？好吧，看来以上3人都有嫌疑。再这样回忆下去，估计还能有个700、800。突然小妍妍打断了他们的话，说他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 bug， 那就是人类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做这事儿，人类全都蠢毙了。如此说来，他们就都被排除了，陷害他们的一定是聪明、强大和帅气的人，绝不可能是那些普普通通的蠢人类。思来想去，果然只有奥关还有这样的能力。既然锁定了目标，他们打算越狱自证清白。他们联系到了在家的勇勇，指挥他挖了一条连通家和监狱的隧道，重获自由的感觉别提有多美妙了。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警察就立刻赶来包围了这里。情急之下，全家人躲进了房间，不曾想却看见了满墙的奖杯奖牌，这些徽章和证书跟 Peter 所说的如出一辙。可我开始怀疑他们消除了自己的记忆， Peter 确实被他们所害。直到此刻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群胆小如鼠、卑鄙下流的恶鬼，他们根本就不是被陷害的，恶人就是他们自己。明白这点之后，他们决定去赎罪，向警察投降，然后乖乖蹲监狱。法庭很快审理了他们的案子，罪名成立。法官的建议是全部死刑。对于这样的判决，他们并没有什么意见。然而，就在法官准备宣布
死刑细节的时候 ，Peter 开口打断了，他觉得他们不该死，倒不是说他们罪不至死，而是死刑太便宜他们了，他要让他们生不如死。说着 ，Peter 给法官看了一段网红视频，猪猪说的惩罚就是让他们全都戴上装有巴西子弹蚁的手套，他们的毒液极其可怕，被咬上一口就得疼上好几天，而每只里面装有500只蚂蚁，刚戴上，这些外星人就体会到了酸爽，不停的忏悔自己就是活该，就是混蛋。他们没注意到那位老师也在观众之列，他开车来到了一间废弃仓库，无比激动的告诉里面的人，我们成功了。只见他们把头套取下，正是科沃他们曾怀疑过的嫌疑人。原来这一切的一切真的是有人在背后谋划。故事开始是老师偷走了射线枪，把一只普通的猪变成了体内全是猪排的大猪，然后又让他戴上了外星人面具。接着是那位邻居，他把节日大炮调到了国庆模式，一枪下去便有了卷心菜沙拉和盐类。最后是罗兰用复活射线让猪猪有了意识，之后他们就扮演起外星一家，佯装开家庭会议，把铁链松开，让皮特逃走了。大仇终于得报，三人现在是万分激动。结果这老师不小心把盟友给插死了，但也不排除有杀人灭口的嫌疑。此时外星难民们还在接受惩罚，不过他们也很快找到了排解的方法，那就是羞辱围观他们的人类。看着别人伤心的跑开，他们的手好像也就没那么痛了。外星人遭遇飞来横祸，强国里也不平静。小黑虽说已经抓住了真凶小白，但他似乎根本没有如实招来的意思，而且他看起来镇定的可怕。在连续杀了这么多人还被捕的情况下，小黑的威胁对他毫无作用。他得意洋洋说，笑到最后的只会是他会正大光明的走出去，而小黑则会被留下。不但如此，小白还说蒂姆什么都不是，因为那些能量棒、止疼药、纯净水都是他从强国顶部的洞偷偷运上来的。听到这些胡话，小黑当即震怒了，强国没有洞，你休想坏了蒂姆的好名声。小白却似没有听到似的，依旧继续说，他此前是健身房的攀岩教练，但进来之后一切都变了，他不能再通过攀岩获得满足，就抑制不住自己想杀人的欲望。于是他说他当时本来准备自杀的，以此来避免别人遇害，但是小黑救了他。在那场他亲手酿成的软糖洪灾中，他本想被糖压死，好从杀人冲动中解脱，结果小黑伸手把他从死亡中拉了出来。那一刻我终于明白，我就是天选之子，你救我是为了让我能完成使命，我就是神。话音刚落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人声，小白脸上的笑容更加放肆了，哥们再不放我走就来不及了哦。在这紧要关头，小黑迅速把门抵上，然后把尖刀架在了小白的脖子上。他对赶来的强兵说出了事实的真相，但他们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枪，只劝他把刀放下，别做了杀人凶手。街道上人们正在准备雪莉纪念日，到处张灯结彩，还有漂亮的花车和雪莉面具。面对昔日女友的照片，这位高高在上的上位者却叹了口气。突然小黑挟持着小白闯了进来，他把在小白口中听到的事全都说了出来。没想到蒂姆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惊讶，反倒称小白为自己的帮手。所以说小白确实是杀人凶手，但他所说的关于墙洞的事情也全是真的。蒂姆说他之前就认识小白，那时他还在为公爵工作，大战之后他就让小白用同样的方法为他效力，不过滥杀无辜这点他确实是不知情的。小白解释说他只是在实践作为神的意志，这家伙是真的把自己当做神了。而且黄毛和光头对此事也是知道的，虽然他们只是想顺着蒂姆的意愿，这样蒂姆就能够一直领导他们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与蒂姆的初心违背。不过蒂姆说知道他们没坏心，所以不惩罚他们，只让他们把小白关进监狱。不想他们进去之后，蒂姆把出口堵住了。原来刚才他说的话只是缓兵之计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过黄毛和光头。他将手边的回形针轻轻往下一拉，浓稠的巧克力酱从天而降，封住了他们最后的声音和气息。转瞬之间3条人命就这样没了。目睹这一切之后，小黑再也无法信任蒂姆，而蒂姆也没要求他相信，只说自己欠他一个真相。他希望小黑能听过之后再做决定。此时街上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人人都戴着雪莉的面具。蒂姆行走期间亲切地和他们打招呼，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上位者的风度。他把小黑带到雪莉封神的那幅画像前，将埋藏心底已久的事说了出来。他说雪莉确实帮他击败了公爵，他们也确实相爱，但他不是被公爵杀死的，他是因为发现了墙洞，并且想逼迫所有人跳到后院去被猫头鹰吃掉，所以被他杀死的。蒂姆说他以为雪莉和他是一路人，结果却发现他和公爵才是一路人，因此他们打了起来，酿成了这场悲剧。我为了拯救大家杀了我的毕生所爱，为了保护大家才没公开墙洞的事。他从没想要过管理强国，将此事坦白就是想和小黑分摊重任。他把决定权交给了小黑，让他只要想告诉大家就告诉，不要怕将平静的生活推向未知，或者帮他保守秘密，让生活重回正轨。无论如何，选择权都掌握在小黑的手中。雪莉纪念日很快就开始了，在这重要时刻，小黑做出了他的
选择。他告诉众人，谋杀案的凶手就是蟋蟀。听到众人的欢呼以及蒂姆对他英雄的称呼，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。就在大家高呼学历的时候，人群中有一个穿着斗篷的人却默不作声，他安静地伫立在这喧闹之中，没人知道这面具下面是何种神情。